求生欲大对决这种回应给过吗？迟交业务报告被主管骂，他认真的回我：“哎，你就不要想太多，赶快去睡一觉，明天就没事了。”没有什么事情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。对啊，男朋友的回应要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你要讲话是有些事情的时候要去帮他们分析。女生并不是不理性，只是在情绪上她需要点情绪价值。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。这一题就是教科书，问这句话就是欠扁。欣赏偶像也不行，直男傻傻就踩雷。他很喜欢许光汉，走，我陪你去看。OK， 哇，过了一阵子呢，我刚好在看一部戏的预告，然后里面的女主角真的长得很正，我就说这一部是几月几号上档，那我们一起看吧。他回我句，你自己回家看吧。他就进厨房了，他就没有来那个。是磨菜刀吗？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你们好。男生们的回应呢，永远呢跟女生的期待会有误差值的。万一回答了不合格，就被贴上了臭直男的标签。既然男女标准大不同，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呢求生欲大对决。到底是女生们要求太多，还是直男们真的没有求生欲呢？欢迎今天来宾出场，介绍这边，臭直男。欢迎谁啊？刘作，欢迎两位。不是我，臭直男。欢迎女性代表詹子晴、谢凯蒂，还有我们丽莎剧是海苔球。哎呦，海苔球，女王团的代表欢迎。 Super Baby 小胖赢阿 Q， 欢迎两位，好样。这根据知名网络平台网络温度计的调查，超过67%的女性表示呢，自己的另一半是标准直男哦，常常因为不懂情绪、不解风情、过度分析、太过务实等等，钢铁直男的行为让女友们气到快升天。好，到底直男的情感表达跟沟通方式是否真如网友所说的是情商不足，或者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？今天我们来讲清楚、说明白。好啊。 好，马上进行是女王大调查。好，来啊，请来，我跟男友分享今天上班迟交业务报告被主管骂的事，讲到快哭出来。他认真的回我：“哎，你就不要想太多，赶快去睡一觉，明天就没事了。”这样的直男回答，你能接受吗？哇，来，请举牌。不要想太多，睡一觉。没回事啊！你们三个怎么回事？臭直男！不要想太累吗？奇怪了。对啊，我也常跟我女儿说，不要想那个，赶快睡觉，睡一觉，明天起来就可以上学，很开心。没有，会让我们哭更凶，已经在哭了。没有什么事情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。对啊，如果睡一觉不能解决，就睡两觉。睡觉真的很有用，跟温水一样。你好，对不起，睡觉喝热水。在主持这个节目之前，也就是大概10年前，我会选这个。我会觉得先不要想，因为想会在那边绕。对呀，这是现在安抚你情绪最好的做法。对，哦。但后来发现安抚情绪不是这样安抚的。没错，真的，我们公园我成熟了。他也不错，长大了，陈哥快到耳顺之年了。有时候长官就是习惯性要骂人。你们三分谁的？有时候长官不每天他就是要骂人一下，那你每天他骂你就要纠结一次，你纠结不完，你这份工作你很快就做不了了。没错，我觉得你先不要想太多，先把情绪荡下来之后睡一觉，明天起来，如果还有觉得不对的话，我来帮你出气，或我来陪你聊。对，我觉得先睡一觉是让情绪 calm down 下来。对，他们情绪是不容易上来，他们上去都不容易下来。对，跟女生是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睡了是不是就可能下来？我后来才不是现在情绪下不来，所以我睡不着啊。下不来就睡不着啊。我跟你说，J.R. 你讲的都没有错，可是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其他同事就可以对女朋友说了。男朋友的回应要是不一样的，你做了一般人都会有的回应，大家都能做到就对了。我们舒服，你要讲话，舒服。好，你没有发现我会攻击了？来，先不着急，因为我们这只有集体治疗。我今天发现今天找到一个新的方式，就是比较票数少的人先说，然后大家票数多的人再来一起来理解你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先被炮轰就对了。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，我先要去了解说你为什么会迟交报告。你管太多了。不是，我们今天要公私分明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回到家，你跟我讲说 ，OK， 好，我工作被骂，然后我上班迟到，那我们先去分析一下，你为什么会迟交你的业务报告？对，如果真的有一个洞在那了，然后你还在自己帮自己再挖一个坟墓，不是，你是要强调公私分明这件事，是不是？对，
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对，在。我真的曾经有一次是先去探讨，是说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没有，是我觉得教女生跟娶女生都是要来疼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事情的时候要去帮他们分析，因为像我们男人是比较理性。哦，女生可能比较感性，那有时候你的理性要去帮她大于感性的时候，她可能心情会稍微比较舒坦一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女女生并不是不理性的动物，女生其实也理性，但是女生只是在情绪上，她需要一点情绪价值，我们需要共感。对，当我们共感过了，我们是可以理性的去思考的。我觉得我们不是不能做，只是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做。你们可以教我们，因为有时候女生不开心的时候，她不是只是说一个拥抱什么，她会迁怒你。他就是你做什么好像都不对，好像都不对。那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。那你只好可不可以你先去睡个觉？好，来大姐姐教他怎么做。来，我觉得你不要问，因为这一集就是教科书。现在教了你，你不要下次问女朋友说我要怎么办，因为这句话就是欠扁。张老师麻烦你，张老师，没有，你怎么用欠扁呢？张老师，那我们怎么做比比如较好？说像刚刚苏红说女生要讲道理，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今天迟交是我不对，对可是我们只是需要另外一半可以秀秀我们，哄哄我们，讨个抱抱。没错，然后可以。睡觉哪睡得着啊？那如果刚才这些话是抱着时候讲的，对，如果是抱的时候讲，就是在共感。对，抱着讲。那倒一杯热水给你可以吗你？们听不懂共感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共感原理嘛，对不对？有共感原理。对，你们要去理解女生，但你们没有要理解，你们只是表面理解。而且你们是要解决情绪，可能表面理解？我们不是不要，解决情绪，不要解决问好，题。等一下，冷静不知道而已。你们真的女生都这样吗？是哦。海苔球女生都这样吗？跟男女完全无关。其实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先理解情绪，然后再解决问题。不是解决情绪，情绪不需要被解决，因为每一个情绪如果被看见，它最多就是15到30分钟就会消失，没被看见，它就卡在你的骨子里面一辈子。对。那为什么 JR 跟舒红会举圈？为什么阿 Q 会举圈？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睡一觉就没事？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。我们从小就会被教说啊，你不可以哭，不可以生气。然后我们已经压到我们都不发现这件事情了。但为什么女生可以这样？因为她们没有被这样教啊。我们打针不可以哭啊，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就自己扛着。所以他们骨头里有很多情绪了。对，可是那如果阿 Q 讲的状态呢？我们就不幸被那情绪也烧到，然后被迁怒，别的事情也拉进来，生活琐碎事也因为这情绪放大，然后他就被干掉了。对，那就一码归一码了。其实你们会那么理智吗？其实像刚刚那个苏贝讲的一样，就是说，当一个女生愿意在你面前展露她的情绪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真的，因为她可能在外面都戴面具啊，她跟好姐妹都在。只有在你面前才愿意展露她这么真诚的一面。我可以试着猜猜看你们现在的感受吗？你们觉得这样很衰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就想说哦，没有，你不要乱解读哦。我想海苔球讲之前确实这么说。女生很容易理解男生的情绪，就比如说你们球打那么烂，你们在跟我们抱怨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说你睡一觉就好了。我球没有打很烂，我球打很好啊。没有，你打得不好。哎，你看，走心了，走心了，谁球打很烂啊？你要说你球打很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今天去健身的时候，我们女生如果说你做不好，也不会说你去睡一觉啦，明天就好了，不会，我们会鼓励你。女生都是通常用鼓励的方式。对，我们的确从小被教育不能哭，对，不要叫，先避开情绪，不要示弱，对，从小必须强悍。大声干嘛？我们男生就是这样，要 man 嘛，对吧？要 man。因为男生其实我觉得不知不觉的，一直以来，男生从小就被灌输一个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那陈哥，那到底是爸妈教育的对，还是女朋友教育的对呢？就看谁跟你走解决事情的。人有很多的面向，不是只有一个道理。确定专业的意见好了。不是只有一个道理。这可能 confuse 他，所以他以后人是要听老婆的，还是要听爸妈的？没有，不是一个单行本，不是听谁的问题。 OK， 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，分辨当下你该怎么做。听海苔熊老师的，你要跟谁面呼应哦？老师突然看到你，好像有点心情不好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他这样关心你，难道你说老师你爱我吗？你会吗？你是神经病吗？其实我会，陈哥。你感觉好容易找到。我就要说来宾不能发神经病啊！
他们两个在讨论同一件事吗？对啊，你怎么？没有对焦，他们两个在同一条线上吗你？在找宿主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理解情再给一题，我再一题吧再给一题来。啊，注意听啊。好吧。我跟男友一起出国玩，因为怕踩雷，叫他提早做好功课。他带我去他选的餐厅吃饭时跟我说，这家餐厅啊，我去年跟前任来过，我们都超爱这间的菜，真的好吃，绝对不雷。哇，这个这样的直男行为，你能接受吗？来，请举牌。这太夸张了，怎么可能？错了，你错了。吓死人了！通过。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一点悬念都没毫有，无悬念。这个只有白目的才会这样说。哇，我跟前任好喜欢吃这家哦。哇，你应该也喜欢吃吧我？想看苏红讲这句话。你是不是？讲讲看，你讲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去年呢，我又跟我前女友来这边吃过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可以试试看。好不好？我生气了。你应该不会完美讲诠释。不会讲没有，我曾经有不小心讲出过，曾经曾经，对。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是刚好去吃海底捞，然后刚好要帮我带位置的那个认出你人，他是说，哎，今天帮你安排的位置跟上次一样。哇，那我女朋友就问我说，哎，那你上次你跟谁来吃？哦，我就是说，哦，是跟我前女友来吃。然后现任女友有不开心吗？那时候他就说，所以现在我坐的位置是他上次坐的位置。我说对。你说对，我以后没有，你要说什么说对，你要说对不起。对啊，再换下一题，下一题吗？对下一题吗？再一题好不好？再一题，我觉得你们先了解一下大家的状态。好。来，题目是我跟男友在家追剧，正当男女主角准备浪漫接吻，我也想跟身边的男友讨亲亲的时候，男友突然说：“哎，他们现在不是正在逃亡吗？还不赶快跑，还有时间那边亲，把我的粉红泡泡全部破坏了。请问这样的直男行为你能接受吗？” Oh my god！能还是不能？请举牌。哇，这个能哦。我竟然在女生这一边呢。哎，你为什么在男生那边呢？我可以接受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想起来会蛮好笑的，就会觉得男生就是会做这种事啊。因为可能我最近刚好就有发生类似的事情。我在看一个很浪漫的韩剧，然后男女主角正在撒糖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些亲密的桥段，要亲不亲暧昧那种桥段的时候，我就很专注的看。那我老公他可能是边滑手机边在旁边，就是余光可能会瞄到一下，他就会开始分析那里面各种不合理的逻辑。然后一开始我就很生气，化成影评人的概念。对，他就一直说，哎，这不合理吧？这男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就喜欢上他了呢？然后我本来都一直瞪他，后来我觉得这样蛮可爱的。哦，接受。你们是直男的逻辑嘛？你们真的可以接受？虽然你不是，其实你某种程度你们两个都算浪漫的人了。因为我也是生活中你不觉得说蛮浪漫的吗？无时无刻都充满浪漫，我无时无刻会想亲我老婆的那种人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是要看剧，要先讲清楚。如果真没有很认真看的话，哎，对，那就前面等一下，名义就要讲清楚。来，随便看就讲清楚个屁呀！讲清楚。没错。看到这个浪漫的情节，我突然间有感觉，想跟你亲 kiss 一下。但有时候像比如我看剧，我就如果漏掉一行字，我是会有点接不起来的。所以我有时候不自觉很专心。所以如果是随便看，我就可以随时要亲都可以亲。好，你今天有一个暧昧，其实已经差不多7、8、8，快 OK 的对象了。两个人一起看一个浪漫的戏。好，这个浪漫的戏，请注意哦，是你哦。对，你看了以后，哇，他们两个真的终于在一起了，两个都好感动。然后那时候其实你们俩非常的靠近，然后他是暧昧对象哦，然后突然瞄了一眼，然后刚好他一个眼神刚好也看向你，然后你想要亲他的时候，他说，你知道今天下雨下多大吗？你什么感觉？我在暧昧的话，我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认真看。对啊，对，因为目的是不太一样的。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认真看。如果在暧昧，你会认真看吗？不会啊。哇，这个是玄秘，他演玄秘戏，他演的戏乱好看的。对，就要用餐的脸。如果忙什么？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看。一开始要先设定好那个情境，那手就是不太一样，就不会自己在那边怎么样。我觉得真的会先去看这部剧，对，之前的目的性是什么？没错，我们会去想目的性是什么。如果目的性是很强烈的那一种的话，其实会随便挑一部片看。如果这部片真的很好看的时候，正要亲密的时候，哎，等。
实你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干嘛嘛？对，不是因为丫头你干嘛？不能暂停吗？詹子琪？因为如果欲望来的时候，你要这样浇熄它的话，你真的就不要再碰请你以后我们就不会主动请你，因为你拒绝了我，我就觉得可是为什么要在看剧的时候，这个情绪怎么可以套用在一辈子呢？要认真看电影呢？因为情绪随时都会来啊！我今天在等车的时候，我想亲你，可是你会说，哎，不要，等车有人在看。我们最好是知道情绪会来呀。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好吗？我能感受到。你们要接住我。你们少了，不是装笨的了，真的，对方开始闪影给你一些 hint， 给你一些暗示，然后你会不知道。闪应会知道，是对，可以，但是能理解清楚，能理解他，但我们是可以这么做，但他没有错。你这样说，对，以后我们各自看各自的，因为我就是想要引咎你，然后想亲。你看，就是轻易说出离婚的那种人，对不对？真的要各自看各自，因为我怕我看到一半你要亲我。他给圈哦，对，我们海苔兄弟举圈吗？刚才举圈啊！我是想要我女朋友她比较是会讲出那种话的人，他会理性分析，对，她会理性分析。我比较是那个要去要跟她亲的时候，她会理性分析的。好可爱啊！对，不过，其实世界上真的有两种人，但是也同样跟性别无关。一种我们称作慢开机的人，慢开机的人他就是要看剧情，然后可能有时候情绪要来才会启动性欲望。快开机的像 JR 或者是像朱豪这样，随时可以要就会直接。没有太开机，我也是慢慢的。对，所以如果是慢开机的，像刚刚那个子晴讲，你那个会需要一点点堆叠。那慢开机的你如果打断它呢，你就别想。真的那么珍贵，你以为想吃就吃哦？我们也很珍贵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不要乱发来宾。感动，情绪的澎湃，唱歌我们情绪感动，那个爱的潮水，情绪就是浓和淡，哪有干或湿啊？也是有，爱的是有。我们大概已经知道差不多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进行我们今天真正的这个主题，好不好？来，请问。一点求生欲都没有，另一半直男行为真的有够瞎。我跟你们说，来，你说，我老公就是金字塔顶端的超级直男，哇哦，没有人比他更强。你要说金字塔顶端，就是有钱又直的直男，就是最直的那种。他有多精彩？就是有一年呢，我生日，他其实每一次送的生日我都不能理解，但有一年我特别不能理解，就是他那年送了我一只手表。哦，然后那个手表呢，我一打开是小猪图案的，就是有一年那个阮经天拍的那部电影，周楚除伤害那部电影里，他带了一只小猪手表。哦，那个。对，我一打开是那只手表，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？他就说这只手表很红哎。对。然后我就说然后呢？他说你不戴这只手表吗？我说那所以他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就是他送我手表总是要原因吧，比如说我需要它或者是就是很潮咯，希望你跟着很潮咯，然后呢？但我没有理解到很潮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也没有看我身边的人有谁来说这个好厉害，或者这个很难买，什么也没有。然后重点是我们从交往到结婚14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戴手表。所以他应该，对他应该要知道是我不戴手表的人，并没有收集手表的习惯，然后我也没有戴手表的习惯。那你有生气吗？有啊，我就说你送这个，我不理解你的脑袋在想什么。确实，大家都说啊，我送你这么酷的东西，你怎么不开心？我说我应该要开心吗？就是我连演都演不出来，因为就是他真的不理解我。我有一个姐姐，她老公送了她的生日礼物是雨刷，哎，为什么？雨刷？觉得她雨刷好像变旧了，所以她生日的时候，她就送她一个新的雨刷。这解出新高度嘞，很解这个。可是他在准备那只小猪手表的时候呢，它是《周楚除伤害》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嘛。对。然后他买了，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。对。他给你之后呢，结果你就一脸不解的是，真的不解。送我这干什么？然后下次看你是直女吧？没有，是他的问题啊，他自己觉得很有趣。陈哥你在讲什么？他没有理解女生。因为我在学的他，我觉得他很可爱。哦，对，我觉得他可爱，但是他应该注意到他没有戴过手表。对，但没他应该注意这一点。有在观察你。送小礼物，我觉得是可爱的，这个想法是可爱的。没有，我那时候直男行为就是他完全不理解我，他只用他的思维去想，哦，这个很有趣，我送了，你应该要喜欢。他没有用心思。直男行为有够瞎，接阿翔撇清却掉坑。
我就直接传链接说，哎，我想要去乌来瀑布。对，然后他就看到这个链接，他就马上回我说，哈，这我上礼拜才去过，哎，可以换一个吗？解掉。这种人不会说谎，值得信任一辈子。你会怎么讲？我会从头演到尾，就当做没来过这样。是会说谎的男人。那如果老实这个很有趣，我送了，你应该要喜欢。他没有用心思，所以他的共感跟同理心，但你觉得是不够的。零，他是共感零的人。不是不够，是零啊！真的是零。你一定要用这样，你一定要做这样的效果吗？我之前就有分享过，我那个就许哲佩啊 ，Peggy，他就分享他，因为他有1双儿女嘛，然后他说他养儿女的过程里面，他会发现男生跟女生送礼物的方式很不一样，但都是表达爱哦。他的女儿会观察他的需要，然后送一个他觉得妈妈会喜欢的东西给他，然后他儿子送的东西呢，就是儿子自己很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你，表示我爱你。希望你也喜欢。所以他理解这都是爱。像我的女儿最近送给她的闺蜜，一起从幼稚园在一起认识 ，OK， 所以基本上已经超过10年了。所以我跟我女儿讲说，有一个在你这个年纪，有一个认识超过10年，快13年、14年，能这样子还有联络，然后感情这么好，然后生活有这么多的连结，这样人真的很难得。然后他就想，我想为她准备一个礼物。你知道为她准备什么吗？什么？她那个同学那个闺蜜从去年开始化妆，然后挑各种。然后他曾经听过他说过的很好的化妆品，然后再找他喜欢的颜色，一整组的由里到外由上到下，腮红、什么笔啊，什么一堆，还口红什么的，然后全部放在一个竹篮子里，然后用满天星插满，然后他把这条放在那个整个竹篮子的旁边，让它露出来，真的很强，你知道吗？超级用心。哇，好，我看他朋友看到样，起码3秒钟这样。天哪！我就知道养了一个好棒的女所以我就想说，这就是女生送礼的一些小地方。哇，这个我们男生可能不会注意到。所以我猜你老公送礼的逻辑是他觉得很喜欢，很有道理耶。他送你他对他希望你也喜欢，对，是这样子。但我不可能喜欢啊。而且他们的关键点是14年都不代表，你却没有发现，这个会翻脸。当初的手表是老公在用，他好像就只有回收礼。来，凯莉换你。我的故事比较特别的故事是，之前就是追我的一个暧昧的对象，原本快要在一起，就是他追求的很热烈，可是那时候刚好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一些就是丧事，就是很难过，就是我要回就是高雄奔丧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说没关系，就是好好回去就是处理事情，然后我等你回来，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非常的低潮，就是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讲话，就心情真的很沮丧。然后我的休息就是1个月之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高雄的丧事我处理的差不多，我可能明天要回台北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他就很开心，他想说我终于要回台北了，就是他想要好好陪我。他就说，那你明天上台北，你这礼拜想要去哪里？你跟我说，我陪你去，我陪你散散心。那我一听就觉得就是。我就觉得很温暖，就觉得说啊，你很累，可是你后面有一个人好像要接住你，要陪你。然后我就去找了我之前想要去的景点，我就找了一个好像是乌来瀑布，我想要去那边看看瀑布啊，让我身心可以放松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就直接传链接说，哎，我想要去乌来瀑布。对。然后他就看到这个链接，他就马上回我说，哈，这我上礼拜才去过，哎，可以换一个吗？解掉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前面明明就对。他说我可以陪你，然后他竟然说，哎，上礼拜我才去过，哎，你可以换一个吗？这个蛮扣分的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可是他，因为我觉得男生直男的逻辑就觉得说，啊，他的确去过，所以他不可能就是骗我说他没有，他第一次去，他就是很直会的讲出来。这种人不会说谎，值得信任一辈子。值得信赖的男人。因为我老婆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她不会说谎。男生这个状况，你会跟他说我上礼拜才去过，上礼拜前可不可以换个地方啊？来，男生，会还是不会？不会讲吗？不会，我应该不会。男生会讲吗？来，男生举牌，会讲吗？不会吧？哎，看我们谈的还不错吧？我们不会讲啊，比较特殊，因为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对啊，你好不容易上来，我都也盼到你回来了，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啊，我只是暧昧，我们还没有真的开始真的在一起，所以基本上这是我要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才对。没错，对。那你们还没有到那个无可救药的地步，没有啦。那就算你上礼拜去过，你会老实跟他讲吗？你会怎么讲？
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对你会怎么？你会讲吗那你会怎么讲？还是都不讲？我会看起来好像很了解这个地方，然后带他去，我觉得这边很漂亮，那边很漂亮，但我不会跟他说我 OK。哦，你才前2天去过，我会去到瀑布的当下跟他讲，我其实是那个上礼拜有来过，然后不过我还是愿意再跟你来一次。这样蛮温暖的，这样蛮感动的。这样还可以，我会从头演到尾，就当做没来过。对啊，就真的陪你去重新看这地方，因为跟每个人再去做同样的一件事，会有不一样的感想。就是会说谎的男人。那如果来，你们到底想怎样？要这样那的，到底想怎样？又要还要，诚实要被骂，对啊，你就说谎。好累，我真的好累，好累好累。我觉得可以讲啊，去的当下睡觉就好了，睡觉就睡觉啦。最受不了另外男生的直男的什么行为？就有一次，我跟我男朋友去逛拉拉铺，因为他新开幕的时候就听说很好逛。南港那边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一开始就跟他讲好，我想要买一些风格不一样的衣服，陪我去挑。然后我们在逛1楼的第一间，就逛着逛着，不到5分钟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看那个女生。”她腿好长哦，她穿短裙好好看哦。然后我就不讲话3秒，我就在想，所以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腿很短啊，跟她不一样。然后他就爆出一句：“哦，我觉得你穿也会很好看。”就好像他在帮我看穿搭而已。结果好消气了。后来已经逛了3个小时，都已经逛到4楼了。我们在逛某一间店，他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看那个女生还在那里哎。”他注意那个女生，然后我就超不爽的啊。他都没有注意到你有任何不悦吗？而且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？这就很直男吧。而且为什么他会一直注意那个女生？他心不在焉，已经3个小时了耶。你是来陪我挑衣服，不是看女生的。这个以男生的角度不知道会怎么看，值得生气吧？不就有一个说哦，他说你们今天陪你老婆逛街对了，有个很漂亮女生迎面而来。你会先看她哪里？哪里？你知道你要怎么回答吗？先看老婆在哪里。对。当然，所以他怎么会明目张胆告诉你，那女的刚刚在1楼有看到他，对，我觉得然后到4楼，她怎么还在？这就是直男的点，就是你要偷看妹可以，你还讲出来。欣赏偶像也不行，直男傻傻就踩雷。他很喜欢许光汉，走，我陪你去看。OK， 哇，过了一阵子呢，我刚好在看一部戏的预告，然后里面的女主角真的长得很正，我就说这一部是几月几号上档，那我们一起看吧。他回我句，你自己回家看吧。他就进厨房了，他就没有来那个是磨菜刀吗？直男的点就是你要偷看妹可以，你还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没办法接受这个？没办法，不行吗？没办法，你可以吗？可他好像可以耶，你可以，他很怪，他还没讲。为什么你可以？因为如果我老公真的有欣赏某一个样子的女生，我会跟他一起欣赏。你看，我也会，可是他这个例子显然是他的心思都在看那个女生在哪里。要看情形吧，对。看他那时候的眼神跟专注度吧。对啊。小芳怡，你最受不了男生直男什么行为？我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是发生在我以前公司的同事身上。我有个男生朋友，他就跟他公司的女同事暧昧很久，他们应该是我们都听他讲过他们以前的相处状况，应该是互相有好感，可是在等谁发球，临门一脚。对，然后有一次就是刚好公司派他们2个一起出差，就1男1女哦，然后他们出差到那个地方，然后本来公司他们是订1人1间单人房，结果好死不死就是只剩1间双人房，是偶像剧吧？还有这种事情的，有这么多的好死不死，对啊，是偶像剧吗？巴玉，对，是不是偶像剧了？然后那个饭店的人说就只剩1间双人房的时候，女生就先开口了，她就说，哎，那不然我们就是反正就1个晚上嘛，我们就挤1间吧，没有关系，就可能你我睡床，你睡沙发，或是中间放个东西挡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女生是在做球吧，应该听得出来吧？我觉得一定有好感。对，这时候我们就不会认真看剧。如果在看剧，直接跟我们男生，这时候就不会认真看剧。如果看剧就不会，管他那多危险，就是死吧你！就是这个时候。谁先发球，谁先发情吧。结果男生为了表示，他想说哦，我表现的机会来了，可他是想说我要表现自己很绅士、很 gentleman。他说没关系，这个房间给你，我自己去
外面找别间饭店。然后女生就觉得天哪，我已经做球给这女生已经在做球，你还不接？哦，他还不知道。对，然后女生就说那没关系啊，就是我们就帮公司省一点钱嘛，就你不用再出去找了。在第二波了，女生第二波公式哦。对。结果男生就说没关系，这个钱我自己出。然后后来女生反而是男生对他没感觉，其实没有男生是太谨慎。不是，男生想要表现绅士感。你懂，你懂，你说。你不知道你应该很懂得打蛇随棍上的。大危险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朋友之前也真的有遇过这样的男生，这个男生非常喜欢他，是真的非常喜欢。可是他绅士的程度你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你今天要去外地住，然后他真的绅士到真的自己会去再开一个房间。如果我今天跟你喝酒，他自己不会喝醉，女生喝醉他反而会照顾他，把他棉被盖好，然后离开他家，就留给他一个好印象了。对，一个非常好的印象。可是重点是这个男生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生，是真的。然后但是所以才要珍惜他的意思。对。但是因为这样子反复发生几次之后，这个女生也对这个男生也真的也就不行了，因为那女生就想要被她期待说有一些意外会发生啊，这是不是直男？我完全可以体会他讲的，对，因为我老婆第一次在我家喝醉，我是送她回去的，对，送她回去，然后她的印象就超好。他的印象就会觉得你印象超好吗？还是别人在留言？我在白痴啊！没有，他发现你跟别的男生不一样，因为别的男生可能就发生关系了或怎么样。对。但我真的就送他回去，他会觉得你是要认真跟我在一起。这是测验吗？这算测验？这是一个测验，对，可以算。有时候是。其实我觉得刚刚2位男生讲的蛮好的，因为现在都推行那个 only yes mean yes 嘛，就是说当女生说要的时候才要，男生也是一样嘛，就是像刚刚那个小胖莹这个情况有一点擦边呐，就是万一这个女生她不是暗示呢，或是她可能暗示到一半，她后来想说，她可能也没有想跟这个男生在一起，其实会有点危险。那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听好啊，直男有3大特征，第一个叫做自我中心，刚刚很多提到都是只想要自己嘛，那个手表也是自我中心嘛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好，所以我就送给你嘛。第二个叫做解决问题，就是只顾着解决问题，好，然后不去想其他人是怎么想。然后第3个叫做不读空气，像刚刚那个 Super Baby 讲到说，他已经就是第一次已经发现，你已经跟他讲过，但他没有看到你生气，然后还在讲第2次，所以他就不读外面的空气，他就只在意自己在意的事情而已。所以当他有自我中心，然后问题解决，然后不读空气的时候，就是直男很常见的情况。这也可能是女生的直女的特质。对，就是它不一定限定于就是一定男生或女生，所以就是你只要有这3种情形，就是可能你就是有一种特质是只会关注到你在意的事情。那就是个很率直的人哦，对，活在自己的世界。那就是很率直。那率直这2个字不是只有在男生身上，女生也很率直。对啊，那说 baby 你也很率直啊。对啊。搞不定哪天你看个男生看的时候，他真的蛮帅的。好，我们也要评一下报道，也让我们男生发表一下。哦，男生来。第一半走来，题目是。另一半骂我臭直男，我不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。我觉得男女生还是在某些观念跟想法真的不太同。我承认我有很大的通病，就是我太爱分享我自己的事情给另外一半，这是我很大的缺点。我承认你自恋啊，这算缺点吗？自恋啊，他比较自恋。我也不是自恋，我能接受另外一半跟我分享他的事情。哦，对，你是同人。我打个比方好了。假装说，我曾经有发生，有一段，他很喜欢许光汉，他想要去那个音乐季，因为好像嘉宾是许光汉，哦，那因为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出道了，然后他也算是圈外的，我心想说，走，我陪你去看 ，OK， 哇，他去现场的时候，手机就拿着拍着许光汉，就是一直拍他唱歌，然后他也很开心，这样拍着他，然后我也拿手机录他很猪哥的样子。因为他看到许光汉很开心，猪哥的样子，对，然后这样拍。OK， 好，那他因为喜欢许光汉，他也一直说他很帅，那我也是认同，而且我还陪他去听他的歌，也去到现场。OK， 好，大气。过了一阵子呢，我刚好在看一部戏的预告，然后里面的女主角真的长得很正，很漂亮，我就去 Google 她的一些新闻啦，干嘛？然后他那时候他刚好从房间一出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 Google 这女的要干嘛？”我说哦没有，刚好看到一个电影预告，她长得真的很正，而且是我的菜。是台湾人，是大陆人。然后我就说哦，我说她算是我的菜，然后因为她
的样貌是很中性的，所以我觉得她可以很漂亮，然后她也可以很 man 怎么样？我就想讲，对。她听我讲完刚刚那一段话的时候，她就进厨房了，她就没有来那个去磨菜刀了。直男吵架也要讲理，气坏另一半怕挨揍。早餐厅，就很热，大家就情绪就是有点不好，就冲起来了。对，就吵起来了。我说，哎，不对，等等，哎，别吵，我们不该吵架。他就说，可是你刚刚凶我什么？我说没有。hold down， 不要生气，因为对，我以为他讲台语哎，hold down 这个差别。女友今天有在现场吗？有，如果怕我等下被打跑。她听我讲完刚刚那一段话的时候，她就进厨房了，她就没有来那个去磨菜刀了。他都去厨房了，那我心里想说，他可能去厨房倒水或者是什么，于是我就从客厅走到厨房说，哎，而且你知道怎么样吗？那个女的才24岁而已。哇，这个讲完之后，刘书宏享年36岁，好厉害。然后呢，他又从厨房出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表情你没有发现吗？他的表情你没有看一下？我只是分享我当下的喜悦，就哎，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这样，然后于是对，然后我就跟她到客厅，我就说这一部是几月几号上档，那我们一起看吧。我就这样跟她讲，她回我句，你自己回家看吧，她就这样子。你可以陪他看许光汉，对，结果他不陪你看。我理解这个差异，24岁，对，完全可以理解。然后我其实有问他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。为什么许光汉的这件事情我能去接受，然后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接受我去欣赏这个女演员？他跟我讲说，因为他是圈外人，他不可能是接触到。没错。然后呢，他说因为我是演员，他说不管我红不红，他说以后都有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大陆的女演员。是，对，没有想到这观点。我们女生是这样想的，是看偶像，我们看的是偶像，对，我们自己不会真的那个可能性完全不一样。而且他对许光汉就是艺人的喜欢他的才华，可是你的喜欢就说，哎，他是我的菜耶，对，24岁耶，请问他24岁，因为搞不好下一次合作到了，你们是相对接近的。不管有没有合作，你说他是你的菜就有问题。对，很伤人。反正女生只有精神上面会喜欢这个男生，可是男生他们都是行动派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你会不会付出行动。比如说我说我喜欢布莱德比特，或是我喜欢我觉得公司那个男同事对我很好，你们应该会觉得哇，那个男同事可能会跟我的女友发生什么关系？这个就是这种感觉。没错，对，我可以理解。一个遥不可及，只是欣赏；一个是随时有可能发生，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哦，所以这个不是双标的问题。OK， 好嘞。我先跟各位说道歉，抱歉，我怕等一下先会，你要先走的。没有，我怕等一下，如果我怕我等下被打跑。哎，女友今天有在现场吗？有，真的，就是我们他已经去磨菜刀了，先去厨房。刚刚发生好多事情都发生过在我身上，其中有一个是那个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因为要去吃饭，可是因为临时那个餐厅就不能去了，所以我们要换餐厅。可是那时候那时候的天气是很热的。就那个阵子是最热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看餐厅的，在找餐厅，就很热，大家就情绪就是有点不好，所以我们讲话就有点就是口角，讲话态度口气不好了。对，我态度也很差，口气不好就冲起来了。对，就吵起来了。我说，哎，不对，等等，哎，别吵，我们不该吵架，我们不该被情绪牵动着，因为我们是因为天气热，所以情绪不好。所以才吵架。你好优秀。没有人是错的，我们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是错的。他就说，可是你刚刚凶我什么？我说没有。hold down， 不要生气。你是这样讲了？对，因为 hold down， 这是我以为他讲台语哎 ，hold down 这个差别。HOLDON，hold down 你有卖账 hold down。hold down 你就 hold down。我说等一下，我们其实没有任何人有错。你刚刚讲话态度也很不好，我态度也很不好，我们互相承认就好了。然后他就哭了，我就说啊，你干嘛哭？那哭的当下你做了什么？我们就说，那我们赶快，我就把他拉到骑楼。我说好，天气热，我们到骑楼，我们赶快找餐厅，找有冷气的地方。对，一有冷气的话，我们应该就会好了。然后当天就什么都没吃，因为他就真的很不爽，因为他觉得我太
他觉得我太奇怪了。插一下话，找餐厅为什么要在太阳下面？没有，应该是他们在沙滩。那个状态是我们边找边走，旁边有骑楼，为什么要在太阳下面走？对，所以对不对？我们是被天气骗了，我们掉入陷阱了。我们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我们就可以不要生气了。可是他还是很生气，我就一直不能理解，说我已经找到原因啦，找到了。后来你这样讲，对他情绪有帮助吗？没有，他就哭了。对，所以我先道歉。但是我道歉原因是我至今这样不能理解，因为我觉得把事情解决了，心情就会好。刚才这个海苔熊整理的那直男那3点，也不是直男，对，整理后来直的3点，是率直的，对，你承不承认？我承认，刚刚所以我3个都有。没有，我不会自我为中心。就像刚那个乌来那个，我就绝对是跟爆，就是不管我昨天去过，我也是跟。就你要我做什么，我会愿意做。我只是笨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做。可是你跟我讲，我会做，就笨了。愿意承认错误就好了。来这样，我老婆是一个就是很多变性的个性，但她平常在家里，她基本上就是一个，她可以在家里宅1个月不出门的那种人，她可以打电动啊、看剧啊。所以，我们生活中我比较是激活他的那个人，我可能会有时候躲在一个地方吓他一下啊，不然他生活他可能就真的可以不讲话一整天那种。哦，你好重要。然后有一次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有一次他在化妆嘛，然后那化妆的概念是这样，就是说他在化妆，我说，B 你在干嘛？他说我在化妆，先不要吵我。我说哦，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昨天我也是这样跟他玩一玩，我们就有很开心不错的结果，我就继续想说，那我在旁边。你想 happy 是不是？你的化妆什么 happy？ 你刚说玩一玩是 happy 的意思吗？就是 ending 是好的嘛，对吧？有啦，开开心心的，对，开互动嘛，开心心的，对，很好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反正我不要去touch你化妆嘛，我就在旁边玩嘛。然后我老婆很喜欢兔子，她就以前当 model 的时候就自居是小兔子之类。那我就说我是小兔子爸爸，我常常会演小兔子，就是假装是他养的一只兔子，然后跟他撒娇啊，或开一些玩笑什么。我在旁边说：“妈妈你在干嘛？小兔子好无聊哦。”她说我在化妆，等我一下。然后我就看到。他买的一双网购刚买回来的一双拖鞋，那个拖鞋大概就长这样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就顺势再把它拿起来说，哦，小兔子好无聊，你要不要来找找我啊？我昨天好像受伤了，怎么样的？他说，哎呦，我在化妆，你先不要吵我嘛。我说，但是你以前养我的时候，你说你会一直陪我玩的，你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的之类的。很快就要生气了，要暴怒了。还没有。直男真的讲不听，让老婆瞬间秒怒。我就把门这样拉过来，然后把这拖鞋这样稍微夹了一下。我说妈妈，我从头到尾在跟他玩，我只无聊就拿拖鞋压一压而已。然后他一听到红眼怪兔这字，砰，他把化妆品一放，他冲到我的鞋柜里。你根本就在玩火。对。我也没有影响他化妆哦，我没有 touch 到他，然后我看他不理我，就说哦，但是妈妈你怎么可以不理我？哦，我这个门，我就把他因为我在门口嘛，我就把门这样拉过来，然后把这拖鞋这样稍微夹了一下，我说妈妈，我被门夹住了，你看我的眼睛，我这只红眼怪兔，我的眼睛要爆出来了，夹中可不可以打？然后我被倒数了，要爆炸了。我从头到尾都在跟他瞎，你都变了。我从头到尾在跟他玩，我只无聊就拿拖鞋压一压而已。然后他一听到红眼怪兔这字，砰，他把化妆品一放。他冲到我的鞋柜里，把我那时候 Jordan 11代 Conquer 那个黑白配色第一桶的，还是那种几万块才买到那种，他直接把它从最上面超用力抽下来，我盒子是完全不能有裂痕的，他一抽下来，上面盒子就裂了，哇！然后打开来，他把 Jordan 11代拿出来，到另外一扇门，就是铁门大门那种，棒，然后你知道 Jordan 11代中间那个是一块碳纤维板，它棒完，那碳纤维板是有折痕的，你知道吗？碳纤维是一个多韧性就有弹性的那种，然后我就爆炸了，我说我刚刚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轻轻的压我没有真的认真跟你就是我没有要想破坏你的拖鞋啊，对，然后你去弄我这个是几万块的球鞋，这是我很珍贵的东西，然后他就爆炸，他说你珍贵的东西跟我珍贵的东西不一样，你不能用你珍贵的东西来判断，你破坏我珍贵的东西，我就来破坏珍贵的东西，对，而且他都跟你讲过了，
两次，不要讨他，很久才会这么做。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嘻嘻哈哈在玩，他都没事，可今天怎么会突然好像？不能，你是没有他心爱的东西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读到，我觉得那时候还是你要省略很多故事啊，省略。我没有说谎，我轻轻的压那个拖鞋，真的轻轻哎。我觉得那个拖鞋可能不是重点。还有他都说我在化妆，你等一下，这样等一下。他就是各种的。我只是讲那个什么红眼怪兔啊，因为他是眼睛是红色的啊。问题不是应该不是红眼怪兔，我觉得。对。总，你刚刚讲的整个故事里面，其实有很多症结点，最总的还是因为你这个人呢。不是我激活他，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谁说了什么。你可能只有这个人，我觉得你非常懂得如何激怒他。我觉得。有时候玩就是你知道跟他玩，昨天晚上也这样玩啊。可能你是在点火哎，你是在点火。我觉得你不是在点火，你根本就在玩火哎。对，这玩火自焚呢。因为你直接命中那3个又自我中心了，你觉得那不是什么事情嘛？然后你也觉得你是用问题解决的思维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是10万块的鞋，你那个可能是很便宜的，然后你又没有读到空气，他前面已经2、3次警告了，然后你完全没有读进去。然后刚那阿 Q 说啊，我们可以解决问题嘛，然后再来解决情绪嘛。其实你刚刚就从他例子里面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情绪如果没有在第一瞬间被看见，你就会不断累积。对，累积就会变成10万块的 Jordan 鞋。有道理。所以情绪如果在第一时间被看见的话，你就有50分钟可以去打传说，你就有10万块的鞋可以保存下来。这次的事情听起来是你造成的，就我好像会玩。如果你觉得有任何一点无辜的话，那就是你就是有问题了。我其实只是想逗他。但可是有时候的确会就是你知道弄巧成拙这种，真的28秒毁灭倒数哎，碳纤维板都断掉。或者我们都笑说啊，直男怎么求生欲那么低啊？这不是代表说我不在乎，可能他们不懂暗示，也不会察言观色。这也是今天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讲到我们男生的问题了。因为我没办法要求另外一半就像韩剧里面的男主角这么完美嘛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不会写情书啊，也不会清楚的记录每一个小细节啊，还有节日啊、纪念日啊。他对浪漫很不敏感，但在你开口说“我需要你”的时候，他一定都在。这是我们男生绝对做得到的。只要我爱你。谢谢你们，今天让我们对男女两性又更了解了一些。女王大人，下次见。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海苔熊，辛苦了。今天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